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那个影片呢是延续了上一个影片的话题，因为我感觉到好像很多观众没有看到最后。那其实，在影片的最后呢，我是有跟大家讲，亚瑟王其实是有双重伤害的统帅，等于说连击伤害只是他的伤害之一。而且同时间，官方是有回复在评论区那边所问的问题，然后这里有说到主动技能确实是有 AOE，OK， 这个记下来。当玩家说他们不想要连击伤害的时候，官方这边就有说到亚瑟王是走双流派的，用血行阵也是可以走技能伤害路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他也是有直接伤害。再来，亚瑟王就是第10代的骑兵，这里是官方暂时性有透露到的东西，所以这边就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观点。首先，官方已经说了他是有 AOE 的统帅，也就表示说不管怎样他都是可以替代掉某一个统帅的位置。因为骑兵统帅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AOE 统帅了，所以对我而言，不管他的强度是强还是弱呢，我都是会把他给觉醒的。尤其现在其实有很多玩家的骑兵呢都是用其他统帅来搭配，那我从很早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威廉有可能会被取代，所以有很多玩家呢他们在进入征服赛季之后都不会开始培养威廉，可能用霍去病搭配里程碑，霍去病搭配朗纳尔。接着下一个重点，官方已经讲了，这位统帅是在转盘中的统帅，在转盘中的统帅大概率不是集结，也不是诸方，而是野战统帅。而在之前我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官方现在设计统帅的方向呢，都是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就比方说他只能野战，或者是只能集结。所以亚瑟王的技能应该也不出意外，会有几个技能是绑定在野战的，就是说不会让玩家把他当去做集结统帅或者是诸方统帅。不过每一次出现统帅都是2位啦，这个是野战，也就表示说另外一位统帅就是集结统帅。下一个我们要猜测的是亚瑟王到底是主将还是副将 ，OK？ 那么在我们现在骑兵的统帅里面呢，其实大多数统帅都可以作为主将使用，项羽、霍去病、司机、贞德都可以做主将。就是说现在骑兵统帅其实是不缺主将的，而是缺副将。而且司机、霍去病都是单体统帅，如果他们要搭配另外一个统帅的话，肯定是有 AOE。亚瑟王是有 AOE 的，亚瑟王的天赋是连击。那针对于现在的骑兵统帅来说呢，没有太多统帅是有连击的，等于说这个天赋其实对于整体的骑兵来说没有什么太大作用。而且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还没有完成3线阵，也就等于说你想要使用亚瑟王都没有办法，大多数玩家都依然还是使用楔形阵。所以亚瑟王的技能大概率应该会像珍珠那样子，主将的话它会变成怎样，副将的话会变成怎样。但是我觉得亚瑟王他做主将的时候才会使用连击伤害，做副将的时候才是直接伤害啦，我希望是这样子啊。那假设说他做主将的时候是技能伤害，但是只能用连击天赋的话，这样子就有点太脑残了。所以我觉得亚瑟王大概率应该是做副将的位置，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这2种伤害是同时共存的。因为连击伤害本身提升就是基础攻击，基础攻击跟技能伤害之间是没有太大的冲突的。而且我昨天不是还有猜测说什么连击伤害应该会触发2次的技能伤害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又不是很大。因为我回去看了一下3线阵的专属铭文，这里还是说到所有基础攻击触发的效果提升，所以也就等于说，就算他是使用3线阵呢，提升的伤害呢依然还是基础攻击，基础攻击跟技能伤害是可以同时共存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说亚瑟王应该是可以同时间使用2种伤害的，而不是说你必须要做主将的时候才可以使用那个伤害，做副将才可以使用那个伤害。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设计的话，就真的有点太愚蠢了。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长时间都是用拉扯的方式去打架。那其实骑兵呢有很大的优势，就是他打了对方之后可以马上撤退。在有了连击伤害之后，也就等于说他在拉扯的途中每一个回合就等于一般统帅的2个回合。再搭配3线阵使用，又或者是亚瑟王他是有一些连击伤害提升的话，就变成说他在拉扯的途中打出去的伤害是比别人更高的，他赚到的战损也会比较多。那说到这一点，我在想着说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可以用亚瑟王当地鼠因为连击伤害也是会让我们的怒气恢复会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骑兵统帅其实需要的怒气点会比较少，甚至项羽他所需的怒气都是比一般的统帅还要更少，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用亚瑟王搭配其他统帅，然后做地鼠使用。所以之后可能是用项羽搭配亚瑟王，阿提拉搭配亚瑟王，如果有转换密室的话，就是用刘彻搭配亚瑟王。这个地鼠觉醒，哈哈哈。
除非官方又限制说，哦，这个统帅必须要离开城市之后，可能30秒才可以使用他的连击伤害啦。那样就会变成霍去病 2.0 了，太多限制了。而且我在之前就有说过，其实把连击伤害设计在骑兵统帅是比较合理的，因为骑兵的玩法就是打了就跑的概念，尤其是扫天之类的。而且骑兵一向来设计的理念呢，就是让他在短时间内释放主动技能。像如果连击伤害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怒气恢复比较快。项羽所需要的怒气点比较少，霍去病可以减少自己所需的怒气。真的和威廉的技能都是有恢复怒气的。既然亚瑟王都以连击伤害作为他的招牌了，那我觉得说有很大可能他的连击伤害是有持续好几个回合的，而不是只有1秒的连击伤害。就我们假设说他的连击伤害是可以持续3秒，每次基础攻击会增加9点，也就等于说一个回合18点，持续3秒3个回合就可以大概恢复54点的怒气。也就因为这个特性，也就表示说亚瑟王其实不会太过依赖辅助统帅的帮助。当然如果有辅助统帅的帮助的话，就是锦上添花了。至于伤害方面，在前面就有说了，他是有 AOE 的统帅，也就等于说他的伤害呢不会太离谱，可能2000到2500左右。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伞形范围而不是圆形了，因为在前面推出的那几位统帅呢都是圆形的，像是崔莹跟腓力二世都是圆形的。所以根据官方的爆料还有我自己的猜测，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吧。因为骑兵其实讲真的不缺什么东西啦，因为之前的骑兵统帅设计的还蛮不错的，尽管现在10级的报告有时候会很难看啦，但是也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而导致到它报告难看而已。但严格来讲10级它打出去的伤害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希望这个新的骑兵统帅速度也不要太快吧，现在骑兵走得太快，死得太快了。如果你是使用全部骑兵的话还比较好控制，但是你的部队里面肯定是会混一些步兵、工兵之类的，你走起来那个速度真的是差很远。只要你的骑兵部队不是直接冲进人群里面被打死的话，基本上报告可以说是在全部报告里面排行前3了吧。尤其霍去病的报告依然还是在最顶尖了。目前骑兵统帅真的只有缺乏 AOE 还有副将而已，而且上一代的贝利都已经设计到很糟糕的野战，我都不太想要带它出去使用。如果亚瑟王设计到还是很糟糕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不用玩骑兵了，我直接转去玩远程就算了。那么以上就是我通过微信官方的回复做出的一些猜测，这边要重点写上猜测，因为我自己也是还不知道它的技能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实际情况还是要等官方释出了技能之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对亚瑟王做出评价。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对于亚瑟王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猜测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